世界千变万化，时事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中国民航局发布东航空难事故初步报告。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波音737-800型 B1791号机执行 MU5735昆明至广州航班，在广州管制区域巡航时，自航路巡航高度8900米快速下降，最终坠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浪南镇莫浪村附近。飞机撞地后解体，机上123名旅客、9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报告提供了很少的新线索，来帮助解决近30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空难背后的谜团。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初步报告已完成，报告主要包括飞行经过、机组机务人员、适航维修、残骸分布等事实信息。调查结果摘要显示，飞机于北京时间13点16分从昆明长水机场21号跑道起飞，13点27分上升至巡航高度8900米，14点17分沿 A599 航路进入广州管制区。14点20分55秒，广州区域管制雷达出现偏离指令高度告警，飞机脱离巡航高度，管制员随即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14点21分40秒，雷达最后一次记录的飞机信息为标准气压高度3380米，地速1010千米每小时，航向117度。随后，雷达信号消失。事故现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浪南镇莫浪村附近一个东南至西北走向的山谷中。现场可见面积约45平米、深2.7米的积水坑，判定为主撞击点，位置为北纬23度19分25.52，东经111度6分44.3。飞机残骸碎片主要发现于撞击点0度至150度方位范围内的地面及地下。距主撞击点约12公里处发现又一间小1后园。事故现场山林植被有过火痕迹。现场发现水平安定面、垂直尾翼、方向舵、左右发动机、左右大翼、机身部件、起落架及驾驶舱内部件等主要残骸。所有残骸从现场搜寻收集后，统一转运到专用仓库进行清理、识别，按照飞机实际尺寸位置对应摆放，便于后续检查分析。调查人员现在正专注于拼凑证据的艰苦过程，以解释为什么喷气式飞机会向地面倾斜，最后记录的速度为每小时1010公里，然后在撞击时解体。民航局表示，当班飞行机组、客舱机组和维修放行人员资质符合要求，事故航空器适航证件有效。飞机最近一次 A-31A 及最近一次 C-3C 未超出维修方案规定的检查时限，当天航前和短停放行无故障报告，无故障保留，机上无申报为危险品的货物。此次飞行涉及的航路沿途导航和监视设施设备未见异常，无危险天气预报。在偏离巡航高度前，机组与空管部门的无线电通信和管制指挥未见异常。最后一次正常陆空通话的时间为14点16分，机上2部记录器由于撞击严重受损，来自飞机严重损坏的飞行记录仪的黑匣子数据仍在恢复和分析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是调查运输事故并参与调查的机构，它帮助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实验室的2台记录仪上下载了信息。后续技术调查组将依据相关程序继续深入开展残骸识别、分类及检查、飞行数据分析、必要的实验验证等调查工作，科学严谨查明事故原因。民航局表示，初步报告不包含有关坠机原因的分析或结论。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则，中国可以决定保密，尽管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鼓励各国在坠机后12个月内提交一份公开的最终报告。病毒和战争可能导致3大地缘集团的形成。周二，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 Neil Kashkari 表示，如果中国旨在遏制 COVID 的措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进一步中断，
美联储将需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降低太高的通胀。3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了 8.5%， 这是自1981年底以来的最快速度。美联储上个月开始加息，预计从下个月会继续加息，以减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在供应受限的情况下实现更好的平衡。美国央行在对抗通胀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无法控制的力量。其他美联储政策制定者也一再强调这一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封锁措施，还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两者都推高了通胀，但也可能挤压经济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本周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此前估计的 4.4% 下调至 3.6%。美国经济在未来1年如何发展，将取决于病毒和乌克兰形势的发展。乌克兰战争同时可能导致3个地缘政治集团的形成，并引发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俄乌危机源于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担忧，有可能使世界更加两极分化，而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制裁闪电战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美元危机和金融灾难。陷入困境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改变方向，全球经济可能会变得支离破碎，意识形态接近的国家会形成自己的经济、贸易和投资集团。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风险，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应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全球中心，以吸引海外投资者，并建立更多的国际组织，以加强国际影响力。中国呼吁通过外交和谈判来解决乌克兰危机，寻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2月底，中国对谴责俄罗斯入侵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投了弃权票，并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本月初暂停俄罗斯加入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中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俄罗斯方面的战略协调，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维护共同利益。据海关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同比下降 14.1% 至639万吨，但同比增长 29.9% 至 45.8 亿美元。中国总理表示，世界可以分为3个主要集团，它们有独立的供应链，包括一个由美国领导的集团，一个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市场，另一个围绕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全球金融也可能变得更加两极分化，中国应该将自己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与此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许多外汇资产以美元计价。然而，在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央行拥有的资产后，人们对这些资产的安全性的担忧正在上升。中国需要改善国内的商业环境，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进入美加边境的注意事项。自2020年3月以来，加拿大、美国边境的旅行限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您计划自 COVID 大流行之后的首次旅行，政策改变可能会有点令人困惑。截至4月1日，规则再次更新，无论您是开车越过陆地边境还是赶飞机，请在出行前做好相应的攻略。从了解最新的口罩规则到了解加拿大的入境前要求和 COVID 疫苗接种限制，在预定跨境冒险之前，请记住以下几点。开车进入美国。加拿大、美国的一些陆地边界限制仍然存在。从加拿大开车进入美国的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不需要出示 COVID 检测呈阴性的证明。飞往美国。要通过飞机进入美国，如果您是非美国公民或非美国永久居民，必须完全接种被认证的 COVID 疫苗。这意味着加拿大人只有在完全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才能搭乘飞往美国的飞机。无论如何，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加拿大任何乘坐国内航班的人。因此，除非您有有效的豁免，否则您必须完全接种才能赶上航班并满足美国的入境前要求。在获准进入美国之前，航空旅客还将被要求出示 COVID 阴性检测结果
或 COVID 康复文件。口罩规则。虽然加拿大各地的省级口罩要求正在解除，但联邦政府尚未取消关于佩戴口罩的规定。这意味着，在所有联邦监管的机场以及从加拿大出发和降落的飞机上，仍然需要佩戴口罩。但某些航空公司，如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该限制。搭乘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航班的乘客应咨询其航空公司的具体规定，以了解有关口罩要求的更多信息。返回加拿大。4月1日，加拿大终止了对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的入境前 COVID 检测要求。这意味着那些通过陆路、空中和水路旅行的人，在抵达前不再需要进行昂贵的 COVID 测试。这也意味着完全接种的旅行者能开车穿越加拿大和美国。虽然抵达前测试已被取消，但随机分子测试仍然存在。那些被选中进行随机检测的人在等待检测结果时不需要隔离，除非获得豁免，否则所有未接种疫苗或部分接种疫苗的5岁及以上乘客必须继续提供可接受的入境前 COVID 检测。美国悲伤与尴尬的时刻。作为世界领袖的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悲伤和尴尬的时刻。美国还是那个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霸权，是发明和技术中心。尽管其政治生活发生了可怕的堕落，其两党及其新闻界的党派之争。美国正处于动荡之中，受到派系的困扰，每天都在屈服于身份政治的愤怒。这种政治源于浅薄但有害的理论和实践的学说。很难否认，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与自己交战，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对基本事务的无知已经破坏了其大部分公共事务，其民主的基本假设，言论自由的衰落威胁到其基础。它充满了内部分裂，国家被红色和蓝色之间的深刻鸿沟所削弱。在这样一个时刻，当美国的团结受到威胁时，美国背负着可以想象的最严重无能的领导层，这是多么可悲！他是由一个人领导的，他几乎在每次公开露面时都清楚地表明，他不是友善地领导他所承担的重要职责。拜登的记忆混乱不清，他的工作人员经常被要求纠正总统刚刚宣布的一些声明或立场。他的新闻秘书 Jen Psaki 承受着比近代任何新闻秘书都更大的负担，可能他很快就会离开这个职位。世界上所有高级议会肯定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人真正领导美国政府？白宫和政府做了哪些安排？在最关键的领域提供哪些真正的指导？拜登总统任期正处于真正的危机之中，他的任期本身就是一场危机。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人，而美国的主流媒体、政府和学术界的思想和意见领袖谨慎地保持着沉默。拜登曾表示，他将在2024年再次参选，这肯定是一种错觉。真正的问题是他是否会完成本届任期。而且，如果他不这样做，美国政界的许多人都对这样的前景感到不满。即如果拜登因困难导致他的辞职，副总统 Kamala Harris 将会紧张地在一旁注视着他。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悲伤和尴尬的时刻。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全球华人及时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